如果6500万年前那颗陨石再次撞击地球，会发生什么？人类还能存活下去吗？想象一下，当你正在悠闲地玩着手机，突然电视里传来警报，陨石马上要撞上地球了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有什么办法能阻止陨石撞上地球吗？人类究竟能坚持多久？陨石撞上地球的前一个星球，人类在太空中的卫星系统监测到，一颗直径大约10公里的陨石正在飞速往地球这边前进。这个消息将在几分钟内传遍全球，全球军事系统高度警戒。撞击发生的前一天，全球拉响警报，组织人们躲进地下。撞击前半个小时，陨石进入地下层，瞬间化成一颗通红的火石，气势汹汹地朝地球撞来。很快，巨大的轰炸声响彻全球，房屋瞬间化成灰烬，大部分人当场死亡。人类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这样大的冲击波，就算是躲到地下，也逃不掉撞击的能量。紧接着，全球地震和火山喷发接踵而至，跟6500年前一样，烟尘笼罩大地，体型超过1米的动物全部死亡。此时人类还在地下逃避，没人清理，动物的尸体很快散发出恶臭。然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，地球上的核电站在这次撞击中全部毁灭，释放出来的核辐射足以摧毁地球上的任何物质。人类可能要在100多年之后才能走出地面。在人类出来之前，小型哺乳动物已经重新在地面繁衍生存，比如老鼠，甚至会进化出体型巨大的老鼠。人类要面对的就是跟这些动物争夺曾经的领地，到时候谁会是地球上新的霸主也很难说了。不过还好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，但是地球上确实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陨石撞地球的真实事件，这是迄今为止最神秘的一次陨石爆炸事件。2013年2月15号，一颗直径大约为17米、重量达7000吨的陨石直冲地球，以每秒18公里的速度闯入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。当时有很多人看到了那颗陨石，就在大家以为陨石要撞向地面的时候，突然被一个神秘物体击碎，最后在距离地球40公里外的上空爆炸。尽管没撞击地球，但爆炸的冲击波还是造成了1491人轻微受伤。事后大家猜测那个神秘的物体是什么，会不会是导弹？后来军方否认摧毁陨石，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导弹可以飞那么快。除了这起陨石撞击事件，其实早在1908年，贝加尔湖曾爆发过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。这起事件又被称为通古斯大爆炸事件。1908年6月30号，有目击者在早上7点看到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，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，大约2000平方公里的范围直接变成了废墟，8000多万棵树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推倒。幸运的是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因为小行星落在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地区。这场大爆炸后，该地区的大气层透明度一直下降，甚至冲击波大到连大洋彼岸的美国都受到了影响，造成了一场地震。除了这种严重的陨石撞击事件以外，还发生过一些小型陨石撞击事件。1972年10月15号，委内瑞拉一个小镇夜空突然划过一道耀眼的光线，随后人们听到了砰的一声。第二天，小镇居民发现农场被一颗陨石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，但没有砸死人，只有一只可怜的奶牛被砸死在旁边。这颗砸死奶牛的陨石只有757克重，后来人们还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奶牛杀手。如果陨石真的撞上地球，人类有办法阻止吗？如果是直径10米以下的小陨石，大家完全不用担心，这种小陨石根本就没办法穿过大气层就消失殆尽。如果直径有100米，那么这种陨石的能量和核武器差不多，足够毁灭一座城市。如果是直径更大的500米，那它产生的能量可能是地球上所有核武器爆炸的总和，可能一些国家会被直接抹去。不过这么大的陨石，几万年才会遇到一次。如果直径更大，达到2到3公里以上，那么全人类就会重蹈恐龙的覆辙，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。不过现在的科技早就不可同日而语，全世界的天文学家曾展开一个叫做天空卫士的计划。据说这个项目筛查了地球附近所有直径1公里的小行星，得到了一个数据，那就是未来几百年内都不会有大于1公里的小行星撞地球。不过万一有小行星撞地球，人类该怎么应对呢？第一种办法就是简单粗暴，直接撞上去，看能不能把小行星撞得偏离飞行轨道，但这种方法肯定不可取，只会落得个
你死我活。第二种方法就是核武器，用核武器爆炸来阻止小行星撞上地球。如果核武器产生的动能大到能将小行星推离轨道，那么地球就能免受灾难。不过这得需要多少数量的核武器才能成功，目前还没有答案。第三种方法叫做涂鸦，意思是发射宇宙飞船到小行星附近，将小行星涂白，让太阳照射小行星产生光压，将小行星的轨道改变。不过这种方法有点悬，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研究出最可靠的方法对抗小行星。大家也不要害怕，人类还有很长的时间研究出最有效的办法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